赌俄罗斯战败，日本人想借机夺回北方领土，此举有可能会再次成为昭和民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日本人眼看着埃尔多安给普京背后捅刀子，关于俄军战事不利的新闻呢也特别多，似乎呢闻到了俄罗斯可能战败的信号。更夸张的是认为肢解俄罗斯不可避免，这对于日本来说又成为了夺取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的历史机遇。今年1月，由流亡的俄罗斯政客所组成的后俄罗斯自由国家论坛发布了俄罗斯分裂为41个共和国的地图。日本人接着就绘制了一张俄罗斯大分裂的地图，不仅千岛群岛被涂成了与日本一样的颜色，连库页岛南部也是如此。部分日本人认为俄罗斯一定会战败，战败后如果被肢解了，那么也就管不了日本恢复历史领土了。就算俄罗斯不被肢解，其战败后还得向乌克兰交付战争赔款，可能会出卖北方四岛以筹集资金。日本可以花点钱把北方四岛买回来。可以说，俄罗斯战败的这种前景让一些日本人看到了扩张领土的机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战略契机呢？首先，日本对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的野心，源于普京对成为一个西方国家的希望，或者说，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对于俄罗斯来说，日本比中国更重要，甚至想要日本帮助俄罗斯发展远东经济。如果我们把日本和俄罗斯关系的时间线拉长来看，普京早就放弃了与日本谈判领土问题的可能。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之后，俄罗斯放弃了选择日本，这个很现实。你可以把过去普京给安倍留的领土谈判的口子看成是一个诱饵，而现在这一切呢都不存在了。谈判不行，日本就要把俄罗斯战败被肢解看成是夺取领土的希望所在。但是这个前提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胜负如何，都不大可能会被肢解。这是全球最大核武器拥有国的底气所在。西方炒作的将俄罗斯分成41个共和国的说法，只是一种舆论战技术，为了破坏俄罗斯社会的稳定，根本就是自娱自乐。其次，日本夺取北方四岛的基础是破坏2战后的国际秩序，在国际法上就站不住脚。俄罗斯有更充分的理由对日本发动残酷的军事打击。可以这么讲，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上被孤立是一回事，但是日本要想抢回北方四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孤立，日本人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最后，日本的某些政客不理解俄罗斯对领土的执着，对俄动手更可能会变成昭和民族。这个昭和是打引号的，是招致核武器的打击。每个国家对领土的态度都不相同，比如四处发动战争的美国对领土并没有太大的野心，因为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收割全球财富、军事霸权、军事联盟和美元霸权等基础上的。而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对领土有着渴望的国家，对于出海口的追求更是孜孜不倦了好几代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与2战的结果息息相关。如果让日本把北方四岛抢走了，等于摧毁了俄罗斯维护的世界秩序、大国地位和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不玩命是不可能的。总体而言，在普京不与日本谈判南千岛群岛领土的问题之后，日本就失去了通过谈判收复领土的可能。现在他们把希望看向乌克兰战场的结果，也就是俄罗斯一定会输。但是不要说俄罗斯不大可能会全面战败，就算是真的输了，也不可能让日本挑战2战后的国际秩序，更不可能放弃领土。日本人玩得过分了，俄罗斯就有可能重复美国人对待日本的方式。昭和民族，小心真的变成了
昭和民族，因为这件事儿根本就不好玩。